有毒这个词在大家脑海中会产生非常具体的形象吗？会认为自己的朋友、父母或前任有毒吗？有时很难判断生活中的哪个人是不是有毒，很多人经常对某个人说同样负面的话吗？你是同意大家达成的共识，还是不确定？这支影片就来说说6种方法来识别生活中有毒的人。1. 他们不尊重你的时间。时间几乎是我们拥有的最宝贵的东西。这个人是不是经常迟到？而且当他们出现时，他们也不道歉，或者交谈中是他们一直在说，你觉得几乎不可能插话。有毒的人常常把一切都放在自己身上，在原本应该是双向对话的情况下，你可能会觉得自己像一堵砖墙。如果发现这种情况发生在自己身上，也许是时候尝试花更多时间和其他人在一起了。2. 缺乏边界。有毒的人也可能贬低你的界限。记住，说不没关系，永远不应该因为需要找一天时间远离一切而感到内疚。在许多情况下，这对心理健康来说是不可或缺的。如果有人多次给你打电话和发短信要求和你共度时光，并完全无视你对自己独处一天的要求，那就有点有毒了。你的一天不是也不应该围绕着一个人。划定界限很重要，特别是在新的友谊或恋情开始时。3. 嫉妒你的成功。当你在考试中取得好成绩，或在工作中晋升时，这些是应该庆祝和欢呼的事。告诉对方你的成就时，他们会看不上吗？告诉他们之后，你对自己感觉更糟了吗？嫉妒你成功的人会特意批评你和你的工作。当这种事发生在好朋友或亲密的家人身上时，这可能特别难以处理，很可能这个人试图把你打倒，因为他们无法实现类似的目标。嫉妒别人的人经常把自己的失败和不安全感投射到别人身上。4. 感觉如履薄冰。如果在某人身边不得不战战兢兢，这意味着必须非常非常小心。你是在和一个让你有这种感觉的人谈恋爱吗？简言之，这可能意味着筋疲力尽。无论是浪漫恋情还是柏拉图式关系，都建立在相同的原则基础上，信任和诚实。如果两者都没有，这种恋情就无法持续。你要不要必须再次猜围绕他们所说的和所做的一切？这不健康，对你也不公平。5. 不负责任。作为人都会犯错误，承认自己的过错从来都不是件有趣的事，但它可以让自己的身心和灵魂轻松很多。另一方面，有毒的人是会以各种形式从不承担责任的人。也许他们把他们的行为甩锅给你，或者他们编造借口。无论哪种方式，拒绝承担责任都是有毒的人的主要特征之一。最后一点，6. 他们是情感上的消耗者。如果一个人对你来说是一种情感消耗，那么你就必须对此进行评估。有毒的人通常会像寄生虫一样抓住别人。寄生虫需要另一个宿主才能生存。在潜意识层面上，你可能已经意识到他们有毒这一事实，这是有明确原因的。就像在手机上打开多个应用程序和标签时，电池消耗的会更快。有毒的人可能就像同时使用多个应用程序的手机，关闭这些，手机才会运行得更快更长时间。将这个原则应用到你的生活中试试看。非常感谢收看，如果你觉得自己可能是那个变得有毒的人，我们也有一支影片